阿平今天可真是撿到寶了，竟然把一個100多公斤的大石磨硬生生地扛回了家，最後則組裝成一個精美的磨盤。為了讓磨盤更加穩固，他還特意加上了一個實用的架子。不得不說，阿平真是個既聰明又漂亮的女人。那麼阿平接下來會用這個大磨盤來做什麼呢？他會不會拿來磨豆腐去賺錢呢？天剛蒙蒙亮，阿平和乖寶就早早地起床了。起床後竟然把乖兒子獨自一人留在家裡，便迫不及待地想去把前幾天發现的石磨扛回来。阿平其實惦記這套石磨已經好多天了，每天去地頭幹完活，路過此地他總要多看幾眼。他等了足足半個多月，看得到沒人來拿走，他這才心裡篤定石磨怕是早被人遺忘了，今天來也就是撿個漏。不過這可不是一般的石頭，少說得有100斤重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石磨裝進箩筐，因為不敢直接背在肩上，生怕石磨太重會壓壞箩筐，也怕自己会扛不住。於是他一步一磨，腳下的泥地被踩得咯吱咯吱響，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庇護所。他趕緊把石磨放下，也顧不上歇口氣，先趕緊跑回屋看孩子。寶寶還醒着，小小的身子靜靜地躺在那裡，既不哭也不鬧，好像知道媽媽累壞了，在那乖乖等媽媽。阿平心頭一暖，看到孩子平安，這才鬆了口氣。把這塊石磨拿下來後，還要繼續去那處廢棄的房子，把剩下的那塊石磨也搬回來。這時候家裡就剩小旺和那隻新來的小奶狗守着寶寶，這一切看起來都很溫馨，希望不會有人來偷孩子。就這樣過去了半個多小時，等阿平第二趟回來時，已經是滿頭大汗。他一手提着木架，一手推着磨盤，那架勢就像趕集一樣。他趕緊把背篓的磨盤卸了下來。這時屋裡突然傳來寶寶的輕哼聲，阿平趕緊放下東西，抱起孩子準備餵奶。小花趴在門口好奇地看着，大概是看着阿平的哺乳。還在哺乳期的他下意識地想起了自己的狗媽媽。餵飽孩子後，他拿起柴刀走到後院。石磨雖重，但好在架子是木頭的。他先在地上量好位置，又蹲下去挖坑，泥土濕漉漉的，挖起來又黏又重。可阿平一點不嫌累，雙手一鋤一鋤地往外摳，挖出4個深洞後，再把4根粗木头立進去，用腳使勁夯實。雨季雖然還沒有結束，但天氣悶熱得像蒸籠，阿平汗濕的頭髮都貼在了額頭上。等木架立穩了，他又小心地把石磨的上下2塊一一放好。這石頭的材質可不一般，不是隨便的山石都能做磨的。看着磨盤石紋細密，質地堅實，估計是幾十年前的老物件。隨後他削下一根結實的木棍，打磨成磨手柄，再用柴刀敲打幾下，讓它牢牢卡進磨眼。他只是輕輕一推，磨盤就順滑地轉動起來，那種嗡嗡的聲音像是在回應他的辛苦。阿平笑了，那是一種發自心底的滿足。他在心裡盤算着，等明天天晴過後，就去集市買點黃豆回來，自己磨豆漿做豆腐。有了這副石磨，阿平的生活又往前邁了一步。時間不知不覺又來到了下午。阿平睡醒過後，把寶寶輕輕抱在懷裡，小家伙嘴巴一張一合地找着。阿平笑着解開衣襟，準備讓寶寶喝上下午第一口溫熱的母乳。那一刻屋子裡靜悄悄的，只聽見寶寶咕嚕咕嚕吸吮的聲音，帶着一種滿足。沒過多久，那雙圓滾滾的小眼睛慢慢就閉上了，睡得安安穩穩。阿平心裡一陣柔軟，輕手輕腳地把孩子放回床上，又替他掖好被角。院子裡的雞還沒餵，趁寶寶睡得香，他趕緊提起竹籃，裝上一點昨晚剩下的碎糧，走到院子外。他學着雞叫的聲音咕咕地喚了幾聲，那幾隻土雞立刻就從角落裡竄了出來。阿平笑着彎下腰，一把一把地撒下雞屎。這些雞不多，卻是他最早開始養的家底。看着他們個個都精神抖擻，
阿平心裡也升起一股踏實感，等再過幾個月這些母雞下了蛋，就能換来點油鹽錢，也許還可以孵一窩小雞，讓家裡的日子更有盼头了。